被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咬上一口会是什么感觉？你见过一口下去可以咬穿钢板的动物吗？我们都知道，作为动物，特别是野生动物，想要在野外完好的生存下去，那必须要依赖于自身独特的身体构造。在自然界的许多动物中，往往最顶级的掠食者咬合力都特别的突出。一提起咬合力，我们可能第一时间会想起狮子或者老虎这种大型猛兽，但其实这个世界上比狮子、老虎还要凶猛危险的动物还有很多。由于它们过于凶猛，人们很难靠近，所以想要收集这些野生动物的咬合力数据相当困难。不过通过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不断的努力，通过各种仪器以及模拟分析，已经大致找到了当今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10种生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动物界咬合力最强的10种顶级掠食者。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草原之王狮子。没错，狮子在今天这期视频中是垫底的。众所周知，狮子被视为草原之王，它的战斗力与凶猛程度是毫无疑问的，非常哇塞。但就在人们检查狮子咬合力的时候，却发现它与其他猫科动物相差甚远。一头成年雄狮的咬合力仅为580多斤，乍听起来高达500多斤的咬合力，在动物界似乎已经很强了。毕竟一个普通成年人类的最大咬力才仅为100多斤，人类与狮子根本没有可比性。但是狮子作为一种大型的猫科动物，即便已经拥有500多斤的咬力，但要对比其他的猫科动物还是略显微弱一些。不过这并不会影响到狮子的掠食能力。动物学家们通过分析，狮子之所以没有进化出高超的咬合力，是因为它们根本不需要很高的咬合力来生存。因为狮子是所有大型猫科动物里唯一一种真正群居的猛兽，在动物界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可以威胁到狮群，有时候狮群甚至还会去猎杀水牛，甚至小型的大象这种大型动物。所以对狮子这种凶猛的群居野兽来说，个体拥有500多斤的咬合力，其实已经足够它们生存了。好，第9个，大灰熊。大灰熊这个家伙看上去呆呆萌萌的挺可爱，但实际上这家伙在北美大陆是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的危险程度与狮子、老虎不相上下，甚至可能超过了狮子与老虎。灰熊是棕熊的一个亚种，它是继北极熊和柯迪亚克棕熊之后体型最大的熊类。这家伙站立时的身高可达 2.8 米，体重可达1000斤以上，它们的咬合力更是高达880斤，是北美地区最大的掠食性哺乳动物之一。大灰熊的咬合力可能完全取决于它的体型，体型越大，咬合力也就越强。据估计，一头成年灰熊一口下去可以轻松地咬碎一个保龄球或者一个人的头骨。这家伙不仅战斗力强悍，它们的嗅觉还极佳。在野外，灰熊可以通过敏锐的嗅觉来锁定猎物，一旦被灰熊嗅到，它们就会顺着气味慢慢地找到猎物，然后将其猎杀。所以不用怀疑它会不会袭击人类，答案是肯定会。灰熊属于杂食性动物，虽然它们的大部分食物来源都是植物，但是它们也会频繁地去捕猎，比如驼鹿、驯鹿甚至黑熊。如果找不到猎物，它们也会利用敏锐的嗅觉去寻找腐肉并吃掉。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千万不要靠近它们的领地，一旦被大灰熊盯上，就有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这家伙虽然看上去笨重，但是它们依然可以以每小时高达45公里以上的速度奔跑。此外，它们还可以爬树，所以在野外遇到这种大灰熊是非常危险的。好，第8个，孟加拉虎。孟加拉虎的咬合力是所有老虎亚种中最强的，它们要比体型最大的东北虎咬合力还要强。孟加拉虎的咬合力可达950斤以上，它们几乎是狮子的2倍。老虎之所以比狮子的咬合力更强，主要原因就是老虎是独居动物，除了交配的时候会有1-2只在一起活动，其余的大部分时间老虎都是单独生活和狩猎，而狮子几乎是完全群居的动物，通常都是群体狩猎和生活。这一点就不得不使老虎需要更强的敏捷性和强大的咬合力，只有这样才足以使自己可以成功捕获一些大型的猎物。通过测量发现，孟加拉虎拥有所有猫科动物里最长的犬齿，没错，它的犬齿要比东北虎更长，最大长度可以达到10厘米以上。嘴里的这些犬齿就犹如4根尖锐的匕首一样，足以使老虎用来折断或者咬碎其他动物的颈骨。颈骨也就是脖子上的骨头，对于老虎来说，咬合力只要能够咬断其他动物的颈骨，其实就足够了。因为老虎大多数都在夜间捕猎，并且它们的攻击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咬住猎物的喉咙去击倒猎物，而孟加拉虎拥有高达900多斤的咬合力，这足以让它们一口就可以咬断大多数动物的颈骨，从而猎杀它们，战斗力相当强悍。对了，还有就是孟加拉虎的凶猛程度其实与东北虎差不了太多。众所周知，孟加拉虎具有非常强悍的捕猎技能和威慑力，它们几乎会攻击一切出现在它们眼前的活物。据观察发现，孟加拉虎在进食的时候，即便是成年的亚洲象也会选择绕道走，它们的捕猎技能非常强悍，
像一些亚洲岩蟒、花豹，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白质野牛，都有可能被孟加拉虎猎杀，战斗力是相当强悍的。好，第7个，斑鬣狗。一提起斑鬣狗，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非洲二哥、掏肛绝技等等这些标签。然而很多人不清楚斑鬣狗为什么可以在非洲横行霸道，为什么连狮子都要畏惧它们3分？难道仅仅只因为这家伙的掏肛绝技吗？当然不是。斑鬣狗是一种群居动物，虽然广义上人们把它当作一种只吃其他动物剩余食物的动物，也就是靠吃腐肉的动物，有些地方甚至直接把它们当作非洲的清道夫，但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斑鬣狗都是通过自己狩猎得到新鲜的食物，并不是只吃别人剩下的腐肉。它们拥有异常强大的下巴以及惊人的咬合力，你知道吗？这家伙的咬合力将近1000斤，它要比狮子和老虎更高。这种咬合力足以使它们咬碎猎物的骨头，这也是斑鬣狗最可怕的地方。它们的消化系统极强，可以消化其他动物的皮肤、骨头和其他一些特殊组织。有时候猎狗群可以吃掉整个猎物，其中就包括猎物的皮毛和骨头，典型的吃肉不吐骨头，相当凶残。再有就是狮子为什么会惧怕斑鬣狗？确切点说，也不是惧怕，两者在自然界就像是世仇一样，因为猎狗群经常会抢夺狮子捕获的猎物，而狮子也会经常杀死猎狗，主要目的就是报仇。还有就是猎狗群为什么敢抢狮子的猎物，是因为这家伙一出门几乎都是好几十只，最高可达到80只以上，而狮子大部分也就在10只左右一起活动，如果一些小狮群遇到庞大的猎狗群，也是很难对付的。好，第6个，北极熊。北极熊是一种超级肉食性动物，之所以叫超级肉食性，是因为这个家伙是陆地上目前人类已知的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一头成年的雄性北极熊体重最高可达1600斤，体型巨大并且非常凶猛。对于肉食性动物来说，巨大的体型自然也会匹配相应强大的咬合力。北极熊的咬合力高达1000斤以上，是地球上所有熊种中最强的。在北极地区，它们主要以海豹、海象、白鲸以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为主要食物。北极熊在猎杀海豹的时候，可以直接一口咬碎海豹的头骨来杀死猎物。它那强大的咬合力和嘴里42颗锋利的牙齿，可以帮助它轻易地撕碎猎物身上厚厚的兽皮。除了咬合力，北极熊的掌力也是相当的可怕。据估计，它一掌如果拍到我们人类的身上，可能会使我们当场丧命。因为科学家曾经观察到，北极熊可以用手直接将厚厚的冰块砸开，然后去猎杀冰块下的猎物。但从这一点就足以彰显出北极熊的力量有多强悍。由于北极熊过于凶猛，目前动物专家还没有测试过北极熊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好，第5个，大猩猩。这里说的大猩猩主要针对于银背大猩猩。我们看到的大猩猩多数都是搞怪的、友好的。确实，大猩猩对我们人类来说通常都是比较温顺的，但是温顺并不代表它们不具备杀伤力。大猩猩的实力其实被很多人给忽略掉了。实际上在动物界，它们的战斗力甚至直接可以与狮子与老虎这样的猛兽放在一起比较。大猩猩非常强壮，它们可以举起半吨以上的物体。毫不夸张的说，一些个别体型较大的银背大猩猩甚至可以直接举起一头成年的北极熊，那家伙力量相当惊人。还有就是它的咬合力，大猩猩虽然作为一种草食性动物，但却拥有高达1170多斤的咬合力，远在狮子这种大型猛兽之上。至于为什么一个草食性动物会拥有这么强大的咬合力，动物学家们猜测，应该是由于它们长时间吃一些坚硬的食材所导致的，比如树皮或树根等等一些较硬的食物。好，第4个，捷豹。捷豹也就是美洲豹，也被称为美洲虎。之所以叫美洲虎，是因为这个家伙虽然拥有豹子的皮毛，但实际上它的体型与老虎更接近。美洲虎是美洲最大、世界第3大猫科动物，它拥有所有猫科动物里最强大的咬合力。美洲虎的咬合力可达1360斤以上，几乎是老虎的2倍。强大的咬合力使它能够刺穿很多动物的表皮，像一些海龟和乌龟的壳子，美洲虎甚至可以直接将其咬碎。出色的咬合力也让美洲虎拥有了一套不同寻常的杀戮方法。它们会选择直接攻击猎物的头骨，而不是像其他猫科动物那样选择攻击猎物的喉咙。美洲豹可以直接咬穿一些哺乳动物的头骨，对猎物的大脑造成致命一击，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战斗，捕猎手段相当强悍。好，第3个，河马。河马的恐怖程度其实远在我们的意料之外。河马的外表给人的感觉一向都是憨憨傻傻的，挺可爱。但实际上，这个大家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列为该地区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你知道吗？河马的咬合力接近1吨，它们拥有极其凶猛的下颚力量。它的嘴巴张开可以达到150度，嘴里还配备了非常锋利的三角形下犬齿。这些独特的嘴巴构造，一口就能够轻松地将人体一分为二，非常恐怖。还有就是河马虽然是草食性动物，但它们的性格其实并不像大多数草食性动物那样温和。
真正的野生河马其实是属于一种非常暴躁的动物，它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一旦有其他动物靠近它们，这个大家伙就会疯了一样的猛烈的向对方发起反击。专家们通过分析，河马之所以这么敏感，主要原因就是这家伙的胆子非常小，它们的性格往往很难预测。在非洲，河马袭击人类船只的事件经常发生，通常都是一些小型的独木舟。小船一旦遭到河马的攻击，很容易就会侧翻，有时候一些体型较大的河马甚至直接可以将独木舟咬断，非常可怕。但是在非洲，每年死于河马嘴下的人就高达500多人，这几乎是狮子的2倍。通常遭到河马袭击的人下场都非常的惨，即便侥幸活了下来，绝大多数也会终身残疾，非常危险。好，第二个，湾鳄。这种鳄鱼是目前人类已知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湾鳄的最大体长可达6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吨。在一项咬合力测试中，测得湾鳄的咬合力可达惊人的 1.5 吨以上，这代表它们可以轻易地咬断、撕碎绝大多数动物的骨骼。巨大的体型加上强悍的咬合力，使其成为自然界中最顶级的肉食性捕食者。湾鳄几乎会攻击任何出现在河边的猎物。经过分析，湾鳄的袭击甚至超越了老虎，也就是说，在河边遇到湾鳄比遇到老虎要更加恐怖，因为一旦遭到湾鳄的攻击，基本上都是致命的。它们几乎会攻击出现在河边的任何动物。这个家伙一旦咬住猎物，就不会轻易的松口，直至将猎物拖进水里淹死，或者通过翻滚撕扯掉猎物的身体部位才肯罢休，非常可怕。好，第一个，大白鲨。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来说，大白鲨是最令人恐惧的海洋生物之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自大白鲨凶猛的性格以及凶残的攻击方式。大白鲨拥有一口刀状的牙齿，非常锋利，它的咬合力高达3600斤。巨大的咬合力加上嘴里那大约300多颗锋利的牙齿，使它们变得非常恐怖。更致命的一点就是它们的好奇心很重，大白鲨经常会咬一些漂浮物和其他不熟悉的物体，看到能咬的东西几乎都会上前咬一口，试一试能不能吃。这一点成为了对人类最致命的威胁。如果在海边游泳冲浪，一旦被大白鲨发现，它们很有可能会朝我们游过来，咬一口满足一下好奇心。当然，一口下去如果发现能吃，那自然也就会被它吞掉，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头点个赞，谢谢。在偌大的非洲草原，生存着多达几十种凶猛且残暴的野生动物，其中狮子在这些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了非洲草原上的霸主，站在了食物链的最顶端。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狮子似乎没有天敌，第一时间想到有能力与狮子抗衡的动物，好像就只有老虎了。其实除了老虎，还有很多狮子惹不起的动物。这些动物虽然外表看上去没有狮子那样凶猛，其实个个都是狮子的噩梦。今天黑土找出了10个1对1单挑的情况下可以干掉狮子的动物，它们极其危险。不要以为动物园里什么动物都可以凑上去放心观看，等它们发起疯来，我们基本上毫无生还的可能。好了，黑土现在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走向野外，认识一下草原之王狮子的那些强劲对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排名第10，银背大猩猩。听到这里，相信各位领导都特别的意外。刚开始黑土也很意外，银背大猩猩也就是金刚，它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非常的彪悍。在这里也并不是所有种类的大猩猩都能与狮子抗衡，唯一能与狮子抗衡的就是银背大猩猩。它的体型与非洲狮不相上下，有些甚至超过了狮子。它可以战胜狮子的主要原因有2点，第一个是智力，第二个是耐力。先抛开这2点不谈，银背大猩猩的攻击力也是非常强悍的。它们强壮的臂力可以举起 1.5 吨以上的重物，一拳挥出去的力量也超过了1吨，只要功夫到位，有可能一拳就把狮子打晕。反观狮子有强大的咬合力和利爪，并且在敏捷度上都碾压大猩猩。这样比起来，其实单是敏捷度这一项，大猩猩就已经输给狮子了。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狮子的耐力。作为体型巨大的猫科动物，狮子的反应速度与攻击力毋庸置疑是非常强悍的，但是它的耐力对比大猩猩来看就没有那么好了。狮子作为草原的霸主，我们大多数人只看到了它的优点，却忽略了它的缺点。狮子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耐力，它巨大的体型导致它的力量消耗特别的快。狮子攻击对方的时候必须要快准狠，短时间内解决战斗，而大猩猩就不一样了。它们不但拥有极大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它们的智力与耐力都碾压狮子。第一回合只要不被狮子锁喉，大猩猩就有机会与狮子打持久战。
等到狮子精疲力尽的时候，大猩猩就可以挥动它那力量极大的手臂，击碎狮子的肋骨或者头部。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狮子都碾压大猩猩，毕竟一个是肉食动物，一个是杂食动物。狮子天生就是猎手，而大猩猩几乎没有夜视能力，这也是它们致命的缺点。在夜晚，大猩猩的战斗力大幅下降，以至于比大猩猩体型小很多的花豹都可以将它们猎杀。黑土把大猩猩列为第10，是因为1对1单挑的情况下，它也是有可能干得过狮子的，并不是绝对能碾压狮子。还望各位领导不要误解了，真正能秒杀狮子的都在前5名。排名第9，豪猪，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杀死雄狮的猪。豪猪的体型不大，体长一般在70厘米左右。虽然在体型上被狮子碾压，但是它们靠着那一身的尖刺，躲过了无数次大型的掠食者的攻击。确切点说，应该是击败了很多大型掠食者。这其中就有狮子，而且被豪猪杀死的大部分还都是雄狮。当狮子去攻击豪猪时，豪猪会将身上的尖刺竖起来，并且发出刷刷的响声来提醒对手。如果狮子直接冲上去就咬，就会被豪猪一身的尖刺扎伤。这些长长的尖刺一旦扎到狮子的喉咙或者呼吸道，狮子就会有生命危险。狮子不像大猩猩跟猴子那样灵活，浑身被扎满刺之后，凭狮子的一己之力是无法将身上的刺拔除的。如果这些刺一直留在狮子的身上，在非洲炎热的环境下，伤口很快就会感染，最后导致死亡。虽然狮子有足够的能力将豪猪猎杀，但是它们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一般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狮子不会去冒险捕杀豪猪。至于为什么豪猪杀死雄狮的数量比雌狮多，是因为母狮子一般都跟随狮群一起活动，很少单独出门。如果被豪猪扎伤，身边的狮群会帮它把刺拔掉。而雄狮有很多单独行动的，一旦被豪猪刺伤，由于没有同伴的帮助，这些刺就会留在体内。如果长时间不拔出来，等到伤口感染，雄狮就会有生命危险。好，排名第8，鳄鱼。非洲的尼罗鳄与狮子的打斗场景非常多，多数都是狮子去河边喝水，偶遇鳄鱼，他们俩切磋武功的机会非常的多。尼罗鳄是非洲最大的鳄鱼，同样它也是非洲最大的爬行动物。它与狮子一样，可以猎杀羚羊、斑马、水牛这种大型动物。尼罗鳄的体长可达5米，比狮子还要大。它的咬合力仅次于湾鳄，一口咬下去可高达2吨。尼罗鳄的体型与咬合力都在狮子之上，所以狮子一般情况下不会去主动招惹它，能避免则避免。除非万不得已，狮子需要到尼罗鳄的地界喝水的时候，狮子才会冒险与尼罗鳄接触。在狮子与尼罗鳄的打斗中，狮子的主要目的是挑衅，因为这是猫科动物的本性，它们不会以猎杀鳄鱼为主要目的。因为狮子知道这个大家伙不好惹，在河边，狮子一旦被鳄鱼咬住拖下水，生还的几率几乎很小。虽然狮子的咬合力与战斗力并不差，但是鳄鱼巨大的体型与结实的皮肤成为了阻挡狮子猎杀鳄鱼的最大障碍。即便是狮子成功咬住了鳄鱼，以狮子的体型与力量，远远不能将鳄鱼制服。反观尼罗鳄却可以将狮子拖下水淹死。狮子一旦下水，面对的就不止一头鳄鱼了。多数情况下，狮子是干不过成年的尼罗鳄的。排名第7，棕熊。由于栖息地的不同，虽然棕熊与狮子碰面的机会并不大，但是咱们这次主要说的是陆地上能打过狮子的动物。当然，北极熊也是陆地上的动物，但是这次咱就不拿北极熊来跟狮子做对比了。毕竟北极熊的战斗力，相信各位领导应该都了解，它是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这次主要说的是内陆的棕熊。棕熊里最大的一个亚种就是生活在科迪亚克岛的科迪亚克棕熊，它的体重可达1500斤以上，站起来的身高将近2.5米，它的体型比狮子要更占优势。棕熊的脾气非常不好，特别的易怒，打起仗来横冲直撞，非常的野蛮。它们还拥有非常厚实的皮肤跟锋利的爪子。狮子虽然是天生的猎手，但是如果真的跟大棕熊进行1对1的单挑，狮子的胜算可能会非常的渺茫。面对体型巨大的棕熊，狮子只能靠它的牙齿去攻击对方，而棕熊不但拥有体型优势，它的灵活度与力量都不次于狮子。棕熊虽然看起来比较笨重，但是真正的野生棕熊是非常灵活的。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动物园里吃了睡，睡了吃的圈养熊而已。排名第6，老虎。说起老虎与狮子，黑土会特别的紧张，因为这两个王者之间的对决一直在争论不休。黑土提前解释一下，这次咱们说的是有几率干得过狮子的动物，并不代表完全秒杀狮子。今天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论单兵作战能力。从这一点来说，东北虎是可以打得过狮子的，无论从体型还是咬合力，东北虎都要比狮子更占优势。狮子是群居动物，老虎是单独行动。狮子的团队作战能力比老虎强，东北虎的单兵作战能力我认为要比狮子强。论起单挑，体型无疑是最大的优势，
东北虎的体型要略胜于非洲狮，两者同样作为猫科动物，体型上的差距可能就决定了战斗上的优势。好，排名第5，能单挑得过狮子的就是长颈鹿。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长颈鹿的战斗力。狮子一般除了极大的腿部力量，长颈鹿的头也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它拥有坚硬的角状头盖骨，它可以利用它脖子的长度优势，挥动自己的脖子，用头攻击对方。抡起来的大脖子就像一个摆起来的大铁锤一样，力量极大。还有就是不要以为长颈鹿的性格温顺，雄性长颈鹿是非常好战的，它们的听觉与视觉都非常的敏锐。真正的野生雄性长颈鹿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虽然狮子的攻击力也很强悍，但是面对这个体型巨大的家伙，多数情况下会选择能不干则不干。虽然狮子也可以猎杀成年的长颈鹿，不过不到万不得已，狮子是不会选择去猎杀这个大家伙的。排名第4，水牛。我们经常会看到狮子猎杀水牛的画面，而水牛干掉狮子的画面几乎很少看到。其实1对1单挑的情况下，一头狮子是干不过一头水牛的。非洲水牛非常的健壮，它的肩高可以达到1.7米，体长能达到3米以上，体重更是将近1吨。野生非洲水牛的体型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个特别意外的事实，在非洲草原上，除了人类之外，水牛几乎是没有天敌的。虽然有时候狮子会捕杀它们，通常情况下需要好几头狮子才能猎杀一头成年水牛。如果是一只狮子，根本没有机会与水牛抗衡。水牛头上的角可以直接将狮子顶起来，甚至穿透狮子的身体。而且这家伙还是群居动物，奔走在非洲草原之上，就像是一群威力巨大的陆地坦克。狮子一旦被水牛顶起，如果伸出水牛群中，则会直接被水牛踩死。一般情况下，狮子只会攻击幼年的小型水牛，真正的成年水牛，狮子一般是不敢贸然袭击的。排名第3，河马。河马憨厚的外表一度让很多人认为它是属于比较温顺的动物，但事实上它是一种脾气非常暴躁且危险的动物。在非洲，河马是每年杀死人类最多的动物之一，它们的领地意识非常的强，不允许任何动物进入它们的领地。一旦进入，它们会立刻发起攻击。千万不要以为河马是一种笨重的动物，它跟棕熊一样，看上去笨重，其实非常的灵活。河马的奔跑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它的平均体重将近2吨。最重要的就是河马的那张大嘴，它的嘴张开将近150度，嘴里的獠牙将近50厘米，咬合力更是高达2吨。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狮子都不是河马的对手。虽然狮群也可以猎杀河马，但绝大多数也都是猎杀的河马幼崽。面对真正的成年河马，狮子基本上毫无胜算。多亏河马是素食动物，如果它同狮子一样也是肉食动物，那么非洲草原之王可能就不是狮子了。排名第2，犀牛。狮子对战犀牛，黑土就不过多的赘述了。犀牛这个大家伙在草原上就是一个披着铠甲的小型推土机，它的体型可以达到3吨，体长能达到4米。看似笨重的体型，奔跑速度竟然也可以达到每小时45公里。狮子在与犀牛的对决中，犀牛完胜狮子，但是体型这一项就已经被碾压。奔跑速度如果足够快的话，犀牛头上的那长达 1.5 米的角有可能会直接穿透狮子的身体。狮子如果与成年犀牛单挑，基本上毫无胜算，即便是狮群来了，也不一定能猎杀得了一只野生的成年犀牛。好，排名第1，大象。在整个非洲草原，大象可能是狮子唯一不敢招惹的动物。我们都知道，狮子虽然特别喜欢挑战比自己体型大很多的动物，但是面对大象这个庞然大物，狮子即使有再大的胆子，几乎很少会选择对大象下手。更何况面对的还是全世界体型最大的非洲象，大象的象牙可以直接将狮子整个挑起来。狮子一旦被象牙刺穿，受伤倒地，大象一脚踩下去，即便是华佗来了，狮子也无力回天。在整个非洲草原上，很多动物都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唯独大象，它们几乎不用担心有任何动物袭击它们。虽然狮群有时候也会去找大象的麻烦，不过大多数情况下，狮子只对一些大象的幼崽或老年大象有威胁，对成年大象几乎形不成任何的威胁。那么问题来了，大象这么厉害，为什么狮子成为了草原之王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很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能杀死老虎的动物究竟有多少？你真的以为老虎能横扫整个动物界吗？在所有陆生动物中，其实还有很多比老虎更加凶猛的动物，其中有一些还是食草动物。它们低调地生活在地球上，很少向人们展露出其凶狠的一面。可能是由于它们吃草不吃肉的原因，多数人都忽略掉了它们的真实战斗力。其实它们的凶猛程度毫不逊色于狮虎，甚至远在狮虎这种大型猛兽之上。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它们跟狮虎一样，对我们人类都有致命的威胁。如果各位领导在野外遇到这些动物，千万不要贸然靠近，
今天黑兔找出了地表9种可以杀死老虎的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低调的野兽。大家好，我是黑兔，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兔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一个可以打败老虎的动物就是位列第9位的印度野牛。由于其腿部的下半截均为白色，也叫白质野牛，它是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牛。到底有多大呢？单是它的体长就可以达到 3.3 米，肩高可达 2.2 米，体重最高可达 1.5 吨，而且浑身充满肌肉，十分强壮。这种体型是任何品种的老虎都达不到的。当然，老虎作为丛林食肉动物中的扛把子，确实可以猎杀比自己体型大的动物，但是也要分什么物种。如果换作是成年白质野牛的话，老虎很有可能会被反杀。在野外经常与印度野牛碰面的就是孟加拉虎。我们都知道，孟加拉虎是仅次于东北虎的第2大老虎。据观测发现，在野外孟加拉虎猎杀的多数都是印度野牛的牛犊，而并非是成年的印度野牛。因为这种野牛与非洲象一样是群居动物，而且它们极具攻击性，性情非常凶猛。它们除了不吃肉，在力量、速度与凶猛这方面毫不逊色于老虎。在受到孟加拉虎的攻击时，领头的野牛就会带领牛群一起向老虎发起攻击。野牛那尖锐的牛角威力相当的大，一头成年的印度野牛很容易就可以顶起一头成年的孟加拉虎，甚至用牛角刺穿老虎的身体。而孟加拉虎想要成功猎杀这种大型野兽，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死死地咬住野牛的喉咙。但是万一一口咬上的是尖锐的牛角，那对老虎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野牛巨大且强壮的体型，无疑是老虎无法逾越的最大障碍。还有就是老虎并不是绝对干不过野牛，这种大型野牛在野外唯一的天敌，除了人类就是孟加拉虎。但是老虎通常不会轻易的将印度野牛当作捕食对象，毕竟想要成功猎杀这个大家伙，是极有可能让老虎付出生命代价的。好，排名第8，鳄鱼。老虎与鳄鱼，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爬行动物，一个是最大的猫科动物，两者在各自的领域都属于顶级掠食者。我们先来看一下老虎的优势。老虎作为这个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毫无疑问，它的速度和敏捷性都要碾压鳄鱼。除了它那强壮的犬齿，老虎还有着长达10厘米、杀伤力极大的爪子，综合战斗力相当强悍，而且在智力上，老虎也碾压鳄鱼。反观鳄鱼，鳄鱼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它拥有地表最强的咬合力。鳄鱼的咬合力要比任何品种的老虎都要高出至少2到5倍。特别是非洲的尼罗鳄，这种鳄鱼的体长最大可达6米，体重最重也可以高达1吨。虽然整体看上去好像比老虎更大更强，但事实上鳄鱼的战斗力在老虎的面前并不太占优势，主要是针对在陆地上。两者的战斗如果发生在陆地，鳄鱼基本上毫无胜算。这里黑图补充一点，湾鳄除外。在陆地上，湾鳄是有可能战胜老虎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说的就是绝大多数的鳄鱼在陆地都不占优势。鳄鱼可以战胜老虎的唯一优势就是偷偷摸摸的攻击，趁老虎在河边喝水的时候，猛地从水里冲出来，一口咬住老虎的脖子或者下肢，然后将老虎整个拖进水里淹死。要知道，一旦被鳄鱼咬到，轻者被它撕掉点肉，重则直接粉碎性骨折。除了靠偷袭，鳄鱼的防御系统也很发达，它的皮肤很厚，老虎有时可能都无法咬穿鳄鱼的皮肤。在鳄鱼与老虎的战斗中，就是在陆地老虎赢，在水里鳄鱼的胜算大。虽然老虎不是生活在水里，但是它有时不得不冒险去鳄鱼的地界找水喝，一旦碰面就避免不了切磋武艺。好，排名第7，狮子。提前声明一下，视频主题是可以打得过老虎的动物，并非绝对碾压，盼望各位领导不要误解。狮子与老虎，他们俩究竟谁更胜一筹？这个问题让世界上很多动物学家都不敢轻易的下结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狮子确实可以打败老虎，当然老虎也可以干掉狮子。从体型上对比，无疑老虎要比狮子更大一点，主要就是东北虎与孟加拉虎，其他品种的老虎就不与狮子对比了，像一些巴黎虎和苏门答腊虎与狮子根本没有可比性。那么狮子为什么会被列到老虎之上呢？当然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就是狮子是群居动物，而老虎是独自行动，两者在野外碰到，大多数都是狮子碾压老虎，这一点毋庸置疑。毕竟两者体型相差不大，而且凶猛程度也不相上下，1对1单挑的情况下，老虎有胜算，但是真要让老虎遇到狮群，那么老虎基本毫无还手的余地。再从两者的栖息环境对比，非洲狮生活在处处充满危险的非洲草原，这里有大象、河马、尼罗鳄，还有臭名昭著的猎狗。反观老虎，就拿体型最大的东北虎来说，他们面临的对手最多也就是个大棕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压力，生活上比较安逸。
而非洲狮就不一样了，他们每天都要带领狮群寻找食物，时不时还要挑战大象、长颈鹿这些大型猛兽。其实真正的野生狮子的战斗力是非常强悍的，千万不要拿动物园里吃麻醉剂长大的狮子来定义野生狮子的战斗力。好，排名第6，豺，是不是挺意外？这家伙体型跟狗差不多，能干得过老虎。各位领导不要着急，听黑土慢慢道来。豺又名亚洲野犬，体长最大可达 1.3 米，体重50斤左右，属于群居动物。这个家伙的性情凶猛，胆子极大，凡是在野外遇到它们的动物，无论体型大小，无不畏惧豺群。它们的灵活性超过了狮子、老虎、熊跟狼这些大型野兽，原地跳跃可以跳到3米多远，行动敏捷，杀伤力极大。它们的咬合力将近500斤，在野外通常都是10到30只一起出行。任何被他们碰到的动物，无论是狮子、老虎，甚至是水牛，都有可能被他们猎杀。豺在攻击猎物的时候会采取接力式、穷追不舍的集体围攻。它们拥有锐利的爪子跟牙齿，在追捕猎物的时候，会先把猎物团团围住，然后前后左右一起发起攻击。先抓下猎物的眼睛，然后再一点一点撕咬猎物的耳朵、鼻子、皮肤，或者直接对猎物的肛门发起攻击，连抓带咬，将猎物的肠子掏出，特别的凶猛。在老虎与豺的对决中，多数都是老虎战败。在印度曾多次发生孟加拉虎与豺群血战，结果都是老虎被豺群咬死，通常都是老虎在咬伤或者咬死几只豺之后，精疲力尽，无法挣脱豺群的围攻，最后被豺群活活咬死的，非常凶猛。他们的优势其实并不来自数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胆子，无论对方有多厉害，总之狭路相逢勇者胜，见面就是干你，不死不罢休，非常勇猛。好，排名第5，豪猪。这是一种浑身长满刺的动物，它虽然叫豪猪，但是除了名字跟猪有关系，其他的跟猪没有一点关系。豪猪是一种大型啮齿类动物，跟松鼠比较接近，但是豪猪属于单独的豪猪科。豪猪的体长可达70厘米以上，体重20到30斤左右，整体看上去并不是很大，但是它要将它背部那些刺竖起来，看上去就比较吓人了。每次当豪猪受到威胁时，它们就会迅速将身上大约半米长的刺竖立起来，并不停地抖动，发出刷刷的声音来提醒对方。如果对方贸然向豪猪发起攻击，结果就是被豪猪身上的刺扎伤，最终导致皮肉溃烂，甚至眼睛失明。像一些大型猛兽在十分饥饿的情况下，它们有时也会选择主动攻击豪猪，但往往下场都很惨，因为豪猪的刺上有倒钩，这些刺一旦刺入动物的皮肤里就很难拔掉，最终的结果就是只能等着伤口感染发炎，甚至死亡。所以老虎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选择贸然攻击豪猪的，除非饿得不行了，才不得不冒死一搏。好，排名第4，野猪。没错，各位领导可能很难相信，野猪也具备杀死老虎的条件。不过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虎猎杀野猪，野猪反杀老虎的情况非常少。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野猪确实可以在某些时候将老虎干掉。野猪的全称叫欧亚野猪，它们的体长最大可达2米，体重可达400斤左右。这种猪的环境适应能力极强，无论是山地、丘陵、温带或者热带地区，甚至是半沙漠和极度干旱的地方，它们都可以完好的生存下去。毫无疑问，它们要比多数老虎的适应能力要强得多。除了适应能力，野猪自身的身体构造也很发达。欧亚野猪的身体非常健壮，它们拥有极其强壮的犬齿，并且是向外翻的。千万不要小瞧野猪的这2颗獠牙，在野猪身上，这2颗牙一直被当作挖掘工具使用，杀伤力是非常强悍的。通过观察发现，野猪作为杂食动物，有时甚至可以将一头成年的豹子猎杀，然后将其部分给吃掉，非常凶猛。至于老虎，多数情况下野猪都是老虎的盘中餐。不过真正的野生成年雄性野猪，单个老虎是不敢贸然攻击的，因为欧亚野猪警惕性很强，而且非常凶猛。对了，最重要的就是野猪皮糙肉厚，防御系数极高。老虎惯用的锁喉术在野猪身上有时发挥不到极致。最重要的是，野猪会反抗，只要敢于反抗，就有胜率。野猪一旦发起疯来，老虎很容易被拱伤，甚至是死亡。要知道，在野外，野猪对我们人类的危险指数是排在老虎与熊之上的。最后补充一下，野猪杀死老虎的情况占极少数，但是它确实有这个能力。好，排名第3，乌苏里棕熊，也叫东北棕熊。黑土之所以拿乌苏里棕熊来对比老虎，是因为在东北虎的栖息地内，同样也是乌苏里棕熊的出没区域，两者见面的机会会很高。像北极熊或者科迪亚克棕熊，咱们今天就不比较了，毕竟不是一个量级。乌苏里棕熊体长2米以上，体重最高可达1000斤以上。虽然在体型上乌苏里棕熊要比老虎更占优势，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东北虎猎杀乌苏里棕熊的情况居多。
当然，乌苏里棕熊肯定也有能力将东北虎反杀。在动物学家对东北虎与东北熊的44次对抗中观察到，熊被老虎杀死了22次，老虎被熊杀死了12次，其余的则是平手。事实上，东北虎是胜于乌苏里棕熊的，但是同样，熊也有足够的能力将东北虎反杀。要知道，乌苏里棕熊对付的可是东北虎，它的战斗力也是非常强悍的。好，排名第2，印度犀牛。毋庸置疑，印度犀牛对战老虎毫无压力。印度犀牛体型庞大，体重超过了2吨，头体长度最高可达4米多。就算拿体型最大的东北虎与印度犀牛对比，也相差甚远。更何况，经常与印度犀牛碰面的是孟加拉虎，它的体型比东北虎还要偏小一点。犀牛的身上披着一层非常厚的铠甲，而且鼻子上还有一只杀伤力极大的犀牛角。在所有陆生动物中，除了大象敢欺负犀牛，其他的动物基本上毫无胜算。虽然有时候狮子老虎也会捕杀犀牛，但绝大多数都是偷袭的犀牛幼崽。真正的成年印度犀牛吊打老虎，老虎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虽然老虎的功夫在动物界还不错，但是在这些大型野兽面前，不管是狮子或者老虎，都需要面对现实。好，排名第1，亚洲象。亚洲象黑土就不过多的赘述了，这个家伙的体重3到5吨，肩高可达4米，在整个陆地上，除了人类与非洲象，它们几乎没有天敌。老虎与大象根本没有可比性。千万不要觉得老虎的灵活性高，比大象凶猛，就认为它有能力杀死大象。这样的比喻就好比一只猫跟一头驴打架一样，猫的灵活性很高，你觉得它能伤得了一头驴吗？其实性质是一样的，老虎固然凶猛，但是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人类对它的恐惧心理加重了而已。然后不断的把老虎神化了，在整个动物界可以杀死老虎的动物其实还有很多，比老虎凶猛的动物同样有很多，只不过我们对这些动物的认识还太少而已。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